你无路可逃了，乖乖把东西交出来，留你全尸。你们这群走狗，休想得到我沈家半点精血！爹娘，女儿不孝，没能活下来为你们洗清冤屈。若有来世，我定要让那些陷害我沈家的人血债血偿。王妃，您终于醒了，吓死奴婢了！您都昏迷整整3天了。你叫我什么？您是靖王妃啊。3天前您刚嫁入这靖王府，王爷连盖头都没掀，便将您丢在这偏房。您一时想不开，便撞了柱子。奴婢还以为您再也醒不过来了。原来是个不受宠、被逼上绝路的王妃。不过，既然天不绝我，我便要借着这个身份活下去。不仅要活，还要揪出幕后黑手，洗清我沈家满门冤屈。擦干眼泪，我既然没死，以后便绝不会再寻死。哟，还以为有多刚烈呢，这不还是没死成，白费了咱们姐妹跑这一趟。就是一个罪臣之女，还真把自己当金枝玉叶了。王管家可是发了话，既然没死，就赶紧绑了拖去冷宫，别在前面碍眼。你们放肆！就算王爷再不待见，她也是圣旨赐婚的正妃，你们怎敢如此僭越？滚开！一个小丫鬟也敢教训我？这王府里现在可是王管家说了算。王妃娘娘自己走吧，别逼奴婢动手，否则扯坏了您这身破嫁衣，可就不体面了。你干什么？放手！你疯了！你敢打人！一个刁奴也敢碰我？断了，骨头要断了！我被饶命了！回去告诉你们的主子，我沈清欢就算再落魄，也是8抬大轿抬进来的靖王妃。谁若敢再犯上作乱，这只手就是下场。靖王府内危机四伏，刁奴欺主，第一步必须先立威。至于冷宫，倒是个清静谋划的好地方。王妃，这哪里是人住的地方？王爷也太狠心了，好歹你也是沈元首的千金。既来之则安之。这里虽破，倒也清静，免得那些心怀鬼胎的人天天来烦我。谁在里面？清欢，怎么是你？你是林笑笑，林御厨的女儿。清欢，真的是你！我还以为我跳河之后就去见阎王了，没想到竟然在这破地方醒过来，还成了个陪嫁丫鬟。我也以为我坠崖必死无疑。笑笑，这是老天垂怜，不让我们2家蒙受不白之冤。清欢，你家这人参鹿茸酒真好喝，甜甜的。林小小，那是我爹泡了10年的药酒，你醉了3天3夜，害我被罚抄千金方100遍。扯平了！你昨天把我藏在灶堂里，准备孝敬我爹的3个烤芋头全偷吃了。那可是极品荔浦芋头。清欢，我爹是被太尉柳生陷害下毒才惨死的，我没能见他最后一面，此生若不能为他洗血，我死不瞑目。我沈家也是被柳松及其党羽扣上谋反的墨口，满门抄斩。小小，既然命运让我们在这里重逢，这血海深仇我们一起报。老靖王当年正是因为弹劾柳松而家破人亡，这靖王府或许就是我们查明真相、扳倒柳松的唯一突破口。王爷，王妃和那个陪嫁丫鬟在里面待了半个时辰了，并未哭闹，反而似乎在密谋什么。沈家的女儿怎么可能轻易寻死？去，把他们2个带出来。既然没死，就给本王安分守己。这靖王府虽落魄，却也容不得在臣之女在此兴风作浪。再敢寻死灭活，本王绝不留情。王爷明鉴，臣妾既已嫁入王府，便生是王府的人，
死是王府的鬼。寻死不过是一时糊涂，从今往后，臣妾定会好好活着。王妃娘娘说的比唱的还好听。今日您身边的丫鬟还将粗使婆娑的手给折了。王爷，这新王妃刚进门就如此跋扈，若不严惩，难以服众啊！你胡说，明明是那些恶奴先动手，侮辱清欢，侮辱王妃娘娘的。王妃，你有何话可说？王爷，臣妾惩治刁奴事小，但王府内囊亏空，中饱私囊事大。臣妾方才查阅了这几个月的对牌账目，发现冷宫与下人房的炭火、口粮开支，竟然比前月还要高出3倍。这都是因为近期物价飞涨，老奴物价飞涨，市面上一时糙妹不过半两银子，王管家账面上却记了1两5千，多出来的银子都去哪儿了？沈家嫡女不是传闻中柔弱无能吗？怎会如此精通账理，且临危不乱？这女人究竟在玩什么把戏？若她是太尉柳生派来的细作，本王定叫她生不如死。王府，你太令本王失望。王爷饶命，老奴知错。既然王妃精打细算，以后王府的内务便由王妃暂管，若出了半点差池，两罪并罚。臣妾领命。启禀柳侧妃，新晋王妃沈氏并非传闻中的草包，她不仅笼络人心，还查出了老奴的账目。如今靖王对她颇有纵容之意，恐成大患。沈清欢，你敢断我的财路，我就让你在这京城死无葬身之地。清欢，我都核对3遍了，这靖王府不仅府库空虚，连下个月的一面钱都拿不出来。更要命的是，这里还有一叠柳氏名下钱庄的借据，共计欠了500两白银。堂堂皇子府竟然沦落至此，萧景琰这些年究竟是怎么熬过来的？王妃娘娘，王爷的俸禄早被朝廷以各种名目克扣，为了维持王府生计，只能向太尉府低头接待。他与我一样，是个在绝境中求生的人。疼死我了！哎呦，这该不会是冲撞了什么邪祟吧？昨天还好好的，快去请大仙来看看！都闭嘴，休要胡言乱语。是急性肠冤，若不及时施针，会危及性命。小小，把我的针包拿来。来了。多谢王妃救命之恩，小人感觉肚子不疼了。王妃娘娘神医在世，我等以后誓死效效王妃。王府有她，或许真的是转机。让你们尝尝本时圣的手艺，保证把你们的舌头都掀掉。这间王府已经整整3年没有过这样温暖的烟火气了，他们到底是什么人？王爷，这药膳汤味道如何？可是加了我们清欢特配的草果和陈皮，最能调理肠胃。尚可，只是府内拮据，以后少做些铺张的菜肴。这玉佩，这雕工和那道裂痕，跟我爹当年随身携带，后来作为信物遗失的那块一模一样。难道我爹当年的死和老靖王有关？王爷，可是旧伤复发，左肩阴寒之气淤积。若我没猜错，13年前受的贯穿剑伤，且剑头上淬了寒毒。你怎知本王3年前受过剑伤？我是大夫，脉象和气色骗不了人。若王爷信得过臣妾，臣妾有一套祖传的排毒针法，可拔出寒毒。有劳王妃。裂解红莲印，这是当年我爹与老康、柳松秘密组建的清平盟特有的歃血印记。我爹背上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。王爷背上的印记，可是与老靖王有关。这是父王临终前亲自用烧红的烙印印在我的背上的，他要我永生永世记住，清兵之志不灭，血海深仇必报。爹，您看到了吗？您拼死保护的靖王血脉还在，我们的宿命原来从一开始就紧紧绑在了一起。
王爷，这毒，臣妾定会为您拔除干净。您的仇，也终有得报之日。本以为那个沈家余孽只是个废人，没想到竟是个懂得收买人心的硬骨头。晋王府那滩死水，绝不能让他搅活了。母亲何必动怒？一个落魄皇子和一个罪臣之女，能翻出什么浪花来？斩草要除根。景轩，明日你随母亲去一趟晋王府，是时候让他们知道谁才是这京城真正的主子了。他们欠下的那500两银子，就是催命符。母亲，您看看这门庭，连漆都掉光了。堂堂七皇子，过得连个7品芝麻官都不如，真是笑死人了。没拔牙的老虎，总归是要多防备些。走，进去看看咱们这位大病初愈的新王妃。不好了，太尉府刘侧妃和景轩公子来了！哟，听说王妃前几日寻死觅活的，这怎么面色反倒红润起来了？看来晋王府的粗茶烂饭倒挺养人啊。多谢侧妃娘娘关心，臣妾死过一回，自然知道好歹。不像有些人作恶多端，恐怕夜里连安稳觉都睡不着。放肆！你个罪臣之女，敢这么跟我母亲说话！景轩，这里是晋王府，还轮不到你来大呼小叫。你们今日前来，究竟所为何事？既然王爷快人快语，我也就不绕弯子了。这3年，王府上下开销，多亏了我那钱庄帮衬，这林林总总加起来，不多不少，正好500两白银。如今王爷既然连媳妇儿都娶了，这账也该清一清了吧？500两，这在古代购买力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就算把这王府里的破铜烂铁全卖了，也凑不齐啊！这老妖婆摆明了是来逼宫的。侧妃娘娘，本王这个月的俸禄还未下杂，宽限半月，本王定如数奉还。哎呦，王爷，亲兄弟还明算账呢。钱庄有钱庄的规矩，最多宽限3天。若是3天后拿不出钱来，拿不出钱，就把这王府名下仅剩的2处田产收了。要是还不够，我看这王妃和陪嫁丫鬟姿色尚可，不如发卖为奴抵债，也算物尽其用。我还当太尉府有多大的手笔？原来区区500两，也值得你们亲自跑一趟。3天就3天，500两而已，我还得起。3天后，带着欠条来拿钱，到时候还请2位滚出晋王府，再也别踏进这个大门半步。青花，你刚才那话倒是霸气侧漏，可那是500两白银啊！3天时间，咱们去哪儿抢？就算我一天做100顿饭，也卖不出这个天价呀！谁说要抢了？京城里达官贵人多，最惜命也最讲究吃穿，寻常的糕点自然卖不上价。但若是能强身健体、延年益寿的药膳糕点呢？对啊，你家是太医院手，精通药理；我家是御厨世家，精通厨艺。咱们强强联手，这叫什么来着？核心竞争力。王府在临街正好有一处废弃的旧铺面，我们只需略作清扫，我出配方，你掌勺，名字就叫清欢药膳铺。就这么干，让那群没见过世面的尝尝本时辰的手艺。注意他，注意他，这边还有灰。王妃娘娘，属下听闻您要开药膳铺，买药材和上等面粉需要本钱。这是属下这些年攒下的30两老婆本，您先拿去应急。楚护卫，这钱我不能要，这是你的身家性命。王妃救了王爷，又肯为王府挺身而出，
雨云誓死追随，若铺子能赚，您算属下入股；若赔了，就当属下孝敬王爷的。楚大哥仗义，你放心，有我在，这钱绝对连本带利给你赚回来。好，算你入股。去西市的同仁堂按这张单子抓药，要最上等的陈皮、茯苓、山药和红枣。这叫茯苓养胃膏，用上好的精蜜配上你的药粉，不仅松软香甜，还能健脾养胃。明天开业，绝对供不应求。不错，火候要掌握好。我再去配制明日要用的酸梅汤，解暑开胃。想开铺赚钱救王府，做梦！得罪了柳侧妃，你们就只有死路一条。明日只要吃死人，我看你们这铺子还怎么开得下去？这500两，你们辈子也还不清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祖传预制配方茯苓养胃膏，免费试吃，不仅好吃，还能调理脾胃。哎呦，这糕点入口即化，甜而不腻，吃下去肚子里暖洋洋的，真神了！给我包2斤。这酸梅汤也是绝了，一口下去暑气全消。给我也来3斤糕点。吃吧，尽情的，一会儿有你们好受的。哎呦，疼死我了！这糕点有毒！大家快看啊！我就说这晋王府怎么突然卖起糕点了？原来是拿些劣质发霉的材料以次充狗，赚黑心钱啊！报官，把他们抓起来！你血口喷人！我们的食材都是最新鲜的。怎么回事？不是毒，是巴豆粉和生南星混合的强项泻药。我们做糕点所用的药材里绝无这2味药，分明是有人暗中投毒，想栽赃陷害。你胡说八道！要是你们配的，谁知道你们安的什么心？王管家，你这几日被罚闭门思过，今日为何会如此巧合的出现在这儿？而且，巴豆粉气味刺鼻，生苔心触之手痒，你一直把手藏在袖子，敢不敢伸出来让大家看看？王爷，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巴豆粉。王爷饶命！王妃饶命！老奴是一时糊涂啊！吃里扒外，楚云，先将他押入王府地牢。有本王的命令，谁也不许探视。王妃娘娘不仅医术高明，还明察秋毫，我们吃的放心。再给我来5斤！发财了！第一天除去成本，净赚了80两，加上这2天的进账，凑够500两，绰绰有余。王爷，3日之期已到，这是给太尉府的欠款，明日直接将银子砸在他们脸上，戒指拿回来。3年的屈辱重担，竟被他们在3天内化解。王妃之恩，本王铭记于心。从今往后，晋王府上下，王妃与本王同尊。王妃爷娘娘真的神人也。那当然，也不看看是谁的手艺。这味道，这桂花蜜的熬制手法，是老林，这是御厨临阵的手艺呀！老人家，你认识我，认识林震？丫头，你是老林的什么人？当年他那手绝活可是从不外传的。他是我爹，我是林小小。你竟然还活着！当年太尉柳生在宫中设宴，因嫉妒政敌，暗中命人在酒里下毒。事情败露后，他竟买通太监，将罪名全扣在你爹头上。你爹为了保全家人，在狱中咬舌自尽。刘松，果然是他！求官，我爹死的好冤，刘氏一族简直是手眼通天的恶魔。王爷，事到如今，我们不必再互相试探了。我爹沈院守也是被柳松以谋逆罪名陷害的，加上老晋王林御厨，柳松当年在谋划什么？非要将我们3家赶尽杀绝？因为他们3位都查到了同一样东西：柳松私吞军饷，暗中招兵买马的铁证。父王当年准备弹劾柳松，却惨遭提前灭口。难怪命运会交汇于此，这不是偶然，是宿命。父辈的冤屈，老天要我们亲手去讨回。柳氏根基深厚，要扳倒他们无异于匹夫撼树。王妃，你怕吗？纵然粉身碎骨，我也要这大晋青天重见天日。王管家，吃顿饱饭吧。这可是本姑娘亲手做的，
没加巴豆。王妃娘娘，老奴真的是一时糊涂，求您跟王爷求求情，放老奴一条生路吧。放你生路？当年你出卖老靖王，害得王爷家破人亡的时候，可曾想过给他们留一条生路？老奴听不明白王妃在说什么。哼，你还不说实话？这块玉佩你该认得吧？老靖王视你为心腹，你却贪图柳氏的荣华富贵，在老靖王的书房里放了伪造的谋反信件。你以为你做的是天衣无缝吗？王妃明鉴啊！当年柳氏用老奴一家老小的性命相要挟，又许诺了黄金100两，老奴是真的没办法呀！嘿，你为了自己活命，害死了多少忠良？我爹也是被你们这群狗贼害死的！老奴该死！老奴这些年夜夜做噩梦，只要一闭眼，就是老王爷满身是血，并站在我床前，老奴受不了了。既然心怀愧疚，就把当年柳氏陷害老靖王的证据交出来，否则不用王爷动手，我有100种药能让你生不如死。有证据。这是当年老王爷察觉有异时，暗中写下的遗书和柳松贪污军饷的部分账目。老奴贪生怕死，偷偷藏了一份，想着日后若柳氏要杀人灭口，好留作保命的底牌。老靖王、沈家、林家，你们的尘缘终于有了见天日的一刻。废物！王府这个老东西，竟然被查出了贪墨和下毒，如今被关进了地牢。娘娘，王府知道我们太多底细，若他在地牢里熬不住刑罚，吐露当年的事，恐对太尉府不利。今夜就带人潜入靖王府地牢，记住，不仅要王府永远闭嘴，还要把那个处处碍眼的沈清欢一起解决掉。属下遵命。大胆狂徒，竟敢夜闯靖王府，给我拿下！分头行动，你去杀王府，我去对付那个女人。拿命来！找死！王爷，你受伤了。你明知他这一剑是冲着我来的，为何要用身体去挡？你知不知道这有多危险？你是我的王妃，若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，我还算什么男人？谈何吸血沉冤？他说我是他的女人。在这个冰冷残酷的世道里，除了小小，他是第一个肯豁出性命护我的人。王福说这是你父王的遗书，你收好。有了这个，我们就能扳倒柳氏了。不，单凭这封遗书还不足以将柳松连根拔起，我们还需要一个至关重要的人证。谁？当年的知情人不都……我母亲静妃，当年她并没有死，而是为了保全我，被柳氏暗中囚禁在城外的般若寺里受尽折磨。她还活着，王爷放心，无论前方是刀山还是火海，我都陪你一起把母亲救回来。般若寺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。这3年来，柳氏派了大量心腹死士在寺外伪装成香客和农夫，日夜看守，硬闯绝无胜算。属下这几日暗中查探，发现般若寺每逢初1、15，便会向周边的村落采买大量的素斋糕点和药材，这是唯一能混进去的机会。明日正是15，我和小小可以伪装成送糕点和药材的村姑，趁机潜入后院寻找静妃娘娘的下落。你们带人在山下接应，一旦得手，立刻突围。不行，太危险了。柳氏的手下心狠手辣，你若落入他们手中……王爷，只有我们是生面孔，最不容易引起怀疑。更何况娘娘被折磨了3年，身体定然虚弱，需要我第一时间为她施针护住心脉，才能撑过逃亡的颠簸。我是大夫，这是我的职责。清欢，这可是我特制的10香软金刚，配上你的蒙汗药，
保管那些死士吃了一觉睡到大天亮。切记，这药效极猛，这是解药和提神醒脑的药丸，你先含在舌下，以防万一。答应我，无论发生什么，保全自己为重。若你出事，本王绝不独活。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平安把母亲带回来。禀娘娘，地牢刺杀失败了，首领被生擒，王府戒备森严，我们的人全军覆没。没用的废物！这萧景烨难不成有3头6臂？不仅还清了债，连死士都奈何不了他。好一个靖王，好一个沈清欢，看来他们是铁了心要翻当年的旧账。既然如此，我就给他们布一个死局。他们查到了什么地步？可知静妃的下落？属下查到，楚云这几日一直在般若寺附近徘徊，似乎在打探地形。原来如此，景轩，明日15，你亲自带一队精锐埋伏在般若寺，只要萧景离的人敢踏入寺庙半步，就给我关门打狗，一个不留！我要让他们母子在地狱里团聚！站住！干什么的？不知道今日寺里做法事，不见外客吗？两位大爷行行好，我们是山下李家村的，今日15，特意送订好的素斋糕点来。要是误了时辰，方掌怪罪下来，我们可赔不起啊！是啊，刚出锅的茯苓糕还热乎着呢。两位大爷若是饿了，不如先尝2块。进去吧，进去吧，送完赶紧滚，别到处乱跑。这是静妃娘娘，刘氏简直是个畜生！娘娘脉象极其虚弱，体内还中了慢性毒药。娘娘，你醒醒，我们是景烨派来救您的。你是阿阮的女儿，这眉眼，这神态，和阿阮当年一模一样。娘娘，我是沈院主之女沈清欢，也是景烨的妻子。您坚持住，我这就给您施针解毒，带您回家。阿元，沈大哥，你们在天之灵保佑，孩子们都长大了，他们来接我了。好啊，怎么不跑了？本公子在这里等你们多时了。卑鄙无耻，有种单挑，安算什么英雄？死到临头还嘴硬，母亲说的对，对付你们这些余孽，就得斩草除根。给我把他们淹没在剑雨中！谁敢动他？萧景烨，你不是应该在正门被拦住吗？就凭你手下那些吃了迷药、软得像面条一样的废物，也想拦住我？给我杀！一个都不许放过！小小，捂住口鼻，走。受死吧！清欢！楚云断后，所有人不惜一切代价冲下山！这孩子是为了救我这个老婆子啊，阿阮，我对不起你，没能护好你的女儿。柳氏、柳松，
你们欠我萧家的，欠沈家的，欠林家的。今日这笔血债，我要你们千倍万倍的偿还。传令下去，集结暗卫，随本王前往封地。清欢，你真傻，你真傻。你若出了事，就算我手刃了所有的仇人，这大清的万里江山，于我而言又有什么意义？这3年，我如履薄冰，心如死灰。是你用一根根银针，一碗碗热汤，将我从地狱里拉了回来。我发誓，此生若不能护你周全，萧景便誓不为人。好孩子，别哭了。清欢吉人自有天相，景言会用真气护住他的心脉的。娘娘说的是，清欢医术那么高明，阎王爷都不敢收他。笑笑，这几日我听景言说了你们的遭遇，你爹林御厨是个顶天立地的好人。娘娘，这汤里被人暗中下了无色无味的西域奇毒，微臣已将其替换。柳太尉欲毒害龙裔，娘娘万要当心。当年若不是你爹察觉柳松在我的饮食中下毒，暗中提点替换，景言根本无法平安降生。你爹不是毒害贵妃的凶手，他是为了保护我们母子才被柳松灭口的。爹，女儿终于知道真相了，你没有辱没林家的门子。清欢，你终于醒了。我命硬得很，阎王爷嫌我太吵，把我赶回来了。清欢，别再离开我，我喜欢你，不是逢场作戏，不是权宜之计，是倾心相待。从今以后，我再也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。哥哥，万若慈失手，静妃被救走，王府也落入他们手中。一旦他们将证据呈交皇上，我们柳家就大祸临头了。慌什么？京城禁军有半数在我的掌控之中。既然萧景琰执意要找死，那我们就反了。明日起，断绝靖王府一切补给，先将他们困死在京城。景琰，如今我们虽拿到了证据，但柳宋权倾朝野，京城犹如铁桶，贸然进谏，只会被他以伪造物证反咬一口。为今之计，必须暂避锋芒，退守你的封地渝州。娘娘说的对，渝州天高皇帝远，又是王爷的属地，我们可以在那里招兵买马，积蓄力量。打仗拼的是民心与粮草，我们必须先站稳脚跟。好，传令下去，王府上下分批乔装出城。今夜子时，全员撤离京城，前往渝州。属下遵命。这日子没法过了，知府衙门又加了3成重税，连买药的钱都没了。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只能等死啊！王爷，民心不可失，要治渝州，必先救民。封地大权已被柳氏党羽架空，但本王既然来了，就绝不会让他们再猖狂下去。清欢，你想怎么做，放手去做，本王做你最坚实的后盾。大娘，您的哮喘是陈年旧疾，我给您开3服药，去后面免费抓药，切记不能再受寒。多谢活菩萨，多谢王妃娘。各位嫂子婶子，这红薯面发糕成本极低，只要掌握了发面的技巧，做出来又大又顶饿。学会了这手艺，拿到集市上卖，保管能补贴家用。姑娘真是好人啊，不仅教我们手艺，还送我们面粉，这下孩子们不会挨饿了。瞎了你们的狗眼！这片地现在是太尉府名下的产业，
统统给我滚！谁敢阻拦，打断他的狗腿！周老爷，这地是我们祖祖辈辈种的呀，您收了去，我们一家老周吃什么呀？光天化日，强抢民田，谁给你们的胆子？你们是什么人？敢管老子的闲事儿？知道这渝州城是谁的天下吗？瞎了你的眼！这是靖王妃。靖王妃？哈哈哈哈！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被京城赶出来的落水狗啊！王妃娘娘，渝州的知府可是柳太岁的亲门生，强龙压不过地头蛇，识相的就别多管闲事。你这混蛋！光天化日抢夺民田，还有王法吗？大晋律例，强占民田者，杖100，流放3000里。你手里的地契，若是官府查验出伪造，罪加1等。周老板，你觉得柳太尉会为了你一个小小的恶霸去触碰大晋律例吗？哼，少拿律例吓唬我！咱们走着瞧，撤！清欢，白天为什么不让楚大哥直接把那个周八股抓起来揍一顿？太气人了！打蛇打7寸，揍他一顿只能解一时之气。我们要的是通过周八股挖出渝州知府勾结柳松、贪赃枉法的铁证。清欢说的对，楚云这几日暗查周拔图的钱庄，发现他不仅强占民田，还暗中替柳松敛财，大肆倒卖军粮。这些证据足以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。可是王爷，渝州知府与他们蛇鼠一窝，我们把证据交给他，他不仅不会受理，反而会毁尸灭迹。所以，我们不走地方州府，我们要把这份铁证，连同老靖王的带有暗侯斑驳印记的绝笔信，直接送到京城，呈到皇上面前。此去京城，山高水远，柳氏的眼线必定沿途解释。你务必小心，将证据亲自交到皇上最为信任的御史大夫手中。王爷放心，属下就是拼了这条命，也绝不辱命。周老弟，那靖王不过是个空壳子，别理他们。这渝州的天还是咱们的。圣旨到，渝州知府周扒皮贪赃枉法，勾结权臣，罪无可恕。钦差大人，小人冤枉啊！小人只是个生意人，死到临头还敢狡辩！靖王殿下已将你强占民田、倒卖军粮的账册尽数上交，你若再不招认，大刑伺候！我招，我全招！倒卖军粮的钱，一多半都送去了京城太尉府。柳太尉还命我在渝州暗中招募私兵，图谋不轨啊！可有柳森指使你的书信为证？有，都藏在小人卧室床底的暗格里。柳僧，你的死期到了。靖王殿下，王妃娘娘，此次若非二位深入虎穴，这惊天大案恐难见天日。下官这就立刻回京，将铁证面呈圣上。大人此行凶险万分，柳松若听到风声，必定会狗急跳墙。本王已命楚云率领王府最精锐的暗卫，沿途暗中护送大人回京。殿下大义，下官定不辱使命。王爷，柳氏一族根深蒂固，皇上若要动他们，必然会引起朝野震荡，我们不能坐以待毙，必须立刻秘密回京，准备最后的决战。好，传令下去，今夜秘密启程，重返京城靖王府。废物！周八里竟然招了！钦差已经拿到了我招募私兵的供状，正在回京的路上。哥哥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若是皇上看到供状，我们柳家就要诛九族了。舅舅，母亲，既然皇帝不给我们活路，那我们就不等了。我们手里有京城半数禁军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今晚就逼宫。事到如今，只有先下手为强了。
景轩，你立刻带人去围住皇宫。哥哥，还有靖王府，萧景烨和那个贱人沈清欢已经秘密回京了。我要亲自带人去踏平靖王府，将他们千刀万剐，以绝后患。萧景烨，钦差已经被我的人劫杀，你们的死期到了。交出证据，本宫或许还能留你们一具全尸，否则今夜靖王府鸡犬不留。乱臣贼子也敢大言不惭！我大靖的江山，岂容你们这群蛇鼠之辈染指？放箭！给我攻城，撞开大门！谁能砍下萧景烨的脑袋，赏万金，封万户侯！门外的叛军数倍于我们，景营他们撑不了多久。但我沈家世世代行义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，就绝不会让这些人白白牺牲。清欢，大门快顶不住了，这帮畜生是冲进来怎么办？若是城破，我们便与王府共存亡。小小，怕吗？怕个球！本姑娘连死都不怕，还怕这群反贼？大不了一起去地府给我爹报仇！好孩子，靖王府的女人没有贪生怕死之辈，今日我们便同生共死。萧景烨，去死吧！皇上口谕，禁军救驾，诛杀叛逆柳氏。邻居，怎么可能？皇上怎么会？你以为钦差真的被你劫杀了？那不过是楚云抛出的诱饵。真正的铁证，早就在2个时辰前，由楚云从密道送进了皇宫。皇上早就布下了天罗地网，就等你们自己跳进来。不许退！给我杀！谁敢退，诛就诛！柳氏，你的梦该醒了。你为了权势，构陷忠良，残害手足，今日是你的报应。萧景烨，你别得意的太早！我哥哥柳松手握重兵，只要他逃出京城，定会率军卷土重来！罪臣萧景轩，叩见圣上，愿受国法惩处。萧景轩，你本性不坏，只是被你母亲蒙蔽，成了他追逐权力的工具。如今放下武器，向皇上请罪，或许还能保留一丝皇家颜面。罪臣萧景轩，叩见圣上，愿受国法惩处。
皇兄，你虽懦弱，但好在最后关头没有彻底丧失良知。快点儿！只要出了这城门，门里本太尉就有东山再起之日。逆贼柳夯，圣上早已布下天罗地网，你插翅难逃，还不束手就擒！柳夯，你贪赃枉法，私吞军饷，更意图举兵谋反，你可知罪？皇上明鉴啊，老臣冤枉！这都是萧景琰为了夺取太子之位，蓄意伪造证据陷害老臣。昨夜是萧景琰带兵包围太尉府，老臣为了自保，才迫不得已反抗的。是啊，皇上，萧景琰狼子野心，早就对皇位图谋不轨，求皇上为我们做主啊！死到临头还敢狡辩！父皇，儿臣有物证人证。启奏皇上，臣妾乃前朝太医院守沈园之女沈清欢。这份血书，乃老靖王临终前亲笔所写，上面字字句句，皆是柳胜当年陷害忠良、私吞军饷的铁证。民女乃前朝御厨临阵之女林小小。这份账册是从渝州恶霸周八福住处搜出，详细记录了柳松这些年如何强占民田、招兵买马的资金流向。周八福与管家王福均已画押认罪。铁证如山，你还敢说是陷害？皇上，这些书信账册皆可伪造，除非有当事人作证，否则老臣死不瞑目。静妃娘娘驾到！静妃，你真的还活着？不可能！你明明被我锁在般若寺！臣妾叩见皇上。臣妾这3年被柳氏暗中囚禁折磨，生不如死。当年正是老靖王沈院守与林御厨发现了柳氏兄妹的谋反之心，才惨遭他们联合毒手。臣妾愿以性命担保，2个孩子所言句句属实。败了，彻底败了！来人，将柳僧、柳氏押入死牢，秋后问斩。传朕旨意，当年谋反一案，纯属柳僧构陷。即日起，恢复老靖王爵位，追封沈园、临阵，平反昭雪，告慰忠魂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罪臣柳森欺君罔上，贪赃枉法，意图谋逆，判斩立决，诛其3族。柳氏褫夺封号，念其皇室宗亲之分，免其死罪，即日送入皇家般若寺，削发为尼，终身幽禁，青灯古佛以赎其罪。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萧景轩虽受其母蛊惑，但念其在最后关头能悬崖勒马，主动交出禁军兵权，免去死罪。即日起剥夺皇族玉牒，流放北境，终生戍边。管家王福贪财害主，本该处死，
念其交出关键罪证有功，判3年苦役，期满后发配寺庙修行忏悔。儿臣叩谢父皇隆恩。老靖王沈院守、林御厨在天之灵，终于得以安息。这是王爷让属下送来的盘缠和御寒衣物。北境富寒，王爷说，望你在军营中洗心革面，做个保家卫国的好男儿，别再丢了萧家的脸。待我谢过皇兄，昔日是我被权势蒙蔽了双眼。若有来生，景轩愿做他麾下一小卒，牵马坠生。爹，沉冤得雪了。柳氏一党已经伏法，女儿没有给沈家丢脸。您的医者仁心，女儿会一辈子传承下去。靖王殿下与王妃娘娘大婚，楚将军与小小姑娘大喜。今日铺子里的糕点全部免费，大家同喜同乐。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儿！靖王殿下为民除害，王妃娘娘悬壶济世，那是咱们大靖的福气呀！祝王爷王妃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吉时已到，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交拜。清欢，跨过这道坎，你便是我生生世世的妻。清欢，你掐我一下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从冷宫里吃硬馒头到今天全城同庆，这一切好不真实啊！疼吗？不是吗？我们不仅活下来了，还为家人讨回了公道。小小，我们做到了。夜里风凉，怎么不在房里等？小小，饿了吧？我让小厨房给你留了你最爱吃的八宝鸭。太好了，快走快走，饿死本师兄了！王妃，准称西一刻之前前进，我们也该回房共饮喝煎茶了。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医者仁心，不分贵贱。你们身为女医，更要细心钻研，日后才能救治那些不便抛头露面的穷苦妇孺，明白吗？谨遵师父教诲。清欢，清欢，我的书刻出来了，《大靖十经》。好大的口气呀，时圣娘娘。那是自然，我现在可是名满大靖的连锁糕点铺大掌柜。这书里不仅记录了我爹的御膳秘方，还有我这3年研发的平价养生菜谱。我要让大靖的老百姓都能吃得起好东西。小小，你做到了，你爹在天之灵一定会为你骄傲。哎呦，我的小祖宗又中了！看来你娘没少给你喂糕点。去找你们娘亲去。今日医馆可还顺利？一切都好，渝州百姓安居乐业，女医馆也开到了周边州县。以前我总是不明白，为什么我们要经历那么多苦难。现在看着这满园春色，我突然懂了，因为这是父辈们未尽的理想，是我们历经生死才换来的太平，这就是我们的宿命。清欢，小小，
看到你们一切安好，我的使命也该结束了。